年過八旬，她抑鬱求死，丈夫女兒為她尋找失聯60年的台灣空軍戀人。我是孫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她叫徐婉嬋，1947年，21歲的她在杭州高級醫師職業學校上學。她叫王振康，1944年，為響應1寸山河1寸血，10萬青年10萬軍的號召，正在成都金陵大學讀書的他，棄筆從戎，奔赴印烈戰場。抗戰勝利前，振康考上杭州空軍軍官學校，成了空軍學員。在一次杭州聯校體育比賽上，婉嬋與振康相識。婉嬋說，那天下着小雨，她一回頭就看見穿着籃球服的振康目不轉睛地看着她。航校學員每天都要架機訓練，振康常常將地點選在婉嬋的學校。每當戰機飛來，婉嬋就跑出教室，努力地向天空中的振康揮手。到了周末，振康會身着綠色空軍制服，開着敞篷吉普車到學校接婉嬋，然後去月粉邊的攤位租2輛自行車，並肩騎行到西湖。不能相見的日子，他們就用書信表達愛慕。婉嬋說，那貼着學校屋頂的轟鳴聲和西湖，是她最浪漫的年少時光。1948年冬天，杭州空軍軍官學校要遷往台灣，振康隨部隊換防，臨走前一晚，在西湖邊，振康緊緊地抱住了婉嬋，迫切地說，婉嬋，我們結婚吧，和我一起去台灣。但那時婉嬋還有半年才畢業，她想完成學業後再去。振康尊重了他的選擇，送給了他一張新年賀卡，祝您新年快樂，前途幸福，仅以此贈給我想念中的人兒。1949年春，振康在上海寄回了最後一封信，信中他簡短留下自己在台灣的詳細地址，台灣屏東機場，空軍第11大隊第44中隊，並希望婉嬋盡早動身去台灣。婉嬋按照地址寄去了2件自己織的藍色毛衣，這再也沒有收到過回信。4月下旬，渡江戰役打響，長江防線只1天便被解放軍突破。2天後南京解放，10天後杭州解放，20多天後上海解放。一夜之間，杭州再無吉普車和空軍的身影，留守笕橋空軍學校的看門人也不知去向。婉嬋畢業後赴台成婚，已成南柯一夢，西湖一別成為永別。1950年，婉嬋收到了母親的來信，是振康的弟弟振業參加了解放軍。部隊到了婉嬋的老家臨海，振業來打聽振康的情況。看到這，婉嬋有些愕然。振康在天上飛行時，是否知道弟弟在對方的部隊中？婉嬋在街上買了幾塊杭州綢緞，還將台灣的地址一起寄回了振康的老家安徽合肥市赵千戶巷，以安撫振康的父母。2人雖還未舉行儀式，但在雙方家人眼裡，已經不僅僅是戀人，而是未婚夫妻。那時經常有台灣飛行員駕機回大陸的新聞，婉嬋也期盼她的振康有一天也能駕着飛機回到她身邊。但這種期盼很快成為絕望，因為她聽說駕機回來的飛行員有的被槍斃了。她又祈禱振康千萬不要回來。沒多久，婉嬋所在醫院改制成為一所軍隊醫院。他的台灣空軍戀人成為了他檔案上的污點，母親也成了地主婆，大哥被槍斃，走投無路，婉嬋選擇將自己嫁了。那時同院的胸外科主任王耀振正在追求她，他將過往如實告知。耀振說他知道也理解。1953年，婉嬋與耀振結婚了，3個女兒也陸續出生。耀振脾氣大，性格執拗，在一次醫院的會議上直接指出領導騷擾護士，引起了領導不滿，沒多久便離開了手術台，開始長達21年的勞改生涯。婉嬋一個人帶着3個孩子，工資分成3份花，要寄1份給媽媽照顧嫂子和侄子們，還要照顧耀振智力障礙的弟弟。婉嬋有一個樟木箱子，裡面都是振康送給她的禮物，她和振康的照片已經全部被銷毀，只剩下這些東西，她小心翼翼地藏着。日子難過時，她將振康送給她的大衣拆掉，給孩子們做成過冬的衣服。孩子們上學，她又從箱子裡拿出了派克鋼筆，
後來孩子們回憶時，都覺得媽媽的這個空軍戀人給他們的童年增加了一些顏色。1963年冬天，耀振從劳改農場回來了，他所在那個農场长的老婆生孩子难產，耀振救了人一命。他請求農场长将他调回老家的農場，對方答應了，還送了他半邊的羊腿肉和300塊錢。耀振回家，婉嬋也将自己的工作調到離耀振更近的地方。在鄉下的那幾年，耀振與婉嬋的關係越來越好，兩個人有說不完的話。1979年，耀振重回醫院，他才知道那年他下放農場根本沒有官方批文，全是當年會議上那個領導一手操作。他衝進辦公室，給了那個領導一巴掌。他20多年的光陰就這樣逝去了。當苦難過去，年逾古稀的婉嬋和耀振爭吵越來越多，他一個人跑到鄉下自殺，後來又吞安眠藥自殺。耀振懷疑妻子是不是得了抑鬱症，他讓女兒帶着婉嬋去醫院檢查，婉嬋確診。這一生除了那段校園時光，他是如此沉重。2008年，婉嬋與振康分別60年，他在振康離開前給他那張賀卡上寫下：弹指一揮間，60年過去了。48年12月15日是什麼日子？今又12月15日，兩岸直航的時刻，您在哪裡？我們都是83歲高齡的人了，只有九泉相見。天堂之路又在何方？心痛難忍。以往每當婉嬋提起她的空軍戀人，耀振和孩子們總是笑笑。婉嬋生病以後，耀振希望孩子們能幫媽媽打聽到王振康的下落。2014年，孩子們給台灣寫了一封信，尋找空軍飛行員王振康。沒想到1個多月後，收到了台灣國空安撫局的回信。經查，我前空軍飛行員王斌改名王一斌，於中華民國44年9月20日因駕機參加演習失事，為國殉職，英烈流芳。聽完這個消息，婉嬋呆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。他已年過90，而他一生摯愛的振康，生命卻停在了32歲，芳華永駐。半年後，耀振離世。2018年，明海關愛抗戰老兵志願者孔百年從婉嬋女兒那聽說了振康的故事，多方志願者協助，最終在雷虎小組唐玉琴教官的自傳裡找到了2張振康的生活照。當年過90的婉嬋再見振康的容顏，多年堵塞的淚腺竟然流下了眼淚。台灣的志願者還查到了振康的墓地，他代替婉嬋在台北碧潭空軍公墓振康的墓碑前獻上了一束玫瑰。在得知振康在台灣和一個話劇演員成婚了，還有2個孩子時，婉嬋說她安心了，她還擔心他在台灣孤苦伶仃，如果是那樣，她會愧疚一輩子。後來振康的妹妹振榮帶着全家11口來看婉嬋，她說當年婉嬋寄到他們安徽老家的布料收到了。儘管婉嬋和振康沒結婚，但在她的心裡，婉嬋也是她的嫂子。2021年，婉嬋離世，孩子們將她與耀振合葬在了一起。耀振去世以後，孩子們曾問婉嬋，她是否愛過爸爸？婉嬋說，當然愛，可這是2種不同的愛。婉嬋的女兒將振康送給婉嬋的禮物，一件疊得整整齊齊的旗袍，一塊早已沒有香味的檀香皂，扇面上落滿岁月黃字的蒲扇和寫着振康最後的賀卡，連同那只樟木箱一起捐給了我們。我們将婉嬋的故事放进了我們位于衡陽1944時光之城的为爱之歌公益中心，願在無戰爭與分離。我們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臨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。你咋了？你要天天回家了。